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晚间19点，币安出现乌龙事件。只要在现货市场当中设置止损之后取消那你的币就可以翻倍。那这个乌龙事件呢，让币安直接宕机了几个小时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很多小伙伴在这次乌龙事件当中撸了币安一把有的人甚至撸了几百万美金。但是我认为币安作为世界最大的区块链交易所这种问题呢一定会得到最好的解决。同时呢，我们看到昨天晚间美股出现了一个反弹动作。那这里的反弹呢，验证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那么首先我们在3月7日这一天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那一轮日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跌破了重要均线系统144均线和169均线。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日线级别下跌修之后，有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因此呢，行情反弹到144均线和169均线位于32500美金的这个压力位到达压力位附近之后，行情开始回落。那么回落之后，反复围绕这个区间低点和均线系统均线这个压力位区间做震荡这个震荡呢是我们有预期的一个震荡，所以呢，在震荡行情当中，我认为就有机会发动一轮继续的反弹，最终呢，让它的反弹时间级别达到日线级别。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修之后那4小时级别反弹已经结束了但震荡过程当中如果出现重新突破32500点那么行情就会启动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到达33000点附近。那么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对于虽然不断加息但加息幅度不断减缓的美股来说，那么就有重新启动的可能性。那么现在来看比特币的行情在经历了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建立了高点28868那这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突破了一个重要的压力位25000美金。我们看到无论是日线级别还是4小时级别25000美金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个平头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那么行情走到日线级别完成上涨西游之后28800点这个位置，那么平头哥的行情重新出现。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上方的压力位形成了一个水平线，那么这个水平线呢是难以发动突破的，所以行情走到这里面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我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有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我们看到小时线级别下跌西游已经完成，那么它的时间级别调整过程可能会进入到4小时级别。那在4小时级别 K 线上，我们看到高点出现之后迅速出现了一根阴线，那么这根阴线呢要通过一个回补震荡形成收敛三角形，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最终的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可能会到达25500美金。也就是说，之前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和小时线级别上形成的这个平头哥的行情，这个平台呢构成了一个支撑位。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还是更多的看好多头的，因为我们在行情当中看到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19500美金，这里是一个去年6到10月份形成了一个波谷连接构成的一个压力位。那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1月20日行情重新启动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启动信号。这个启动信号呢，我们看到最终是以失败作为结局的。但是行情回落到144均线、169均线这个位置之后，那第3次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已经完美的构建出来，并且呢建立了高点28868。那么这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成功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呢，行情我们可以调到周线级别看周线级别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组。那么当前行情周线级别正在走的是沙僧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出现回落的主要原因呢，是周线级别的这个绿色线也就是169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这个位置做完调整之后，我认为最终的唐僧阳线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会最终出现，行情的目标点位呢是在32000美金。那么走到这里出现一定的调整是符合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里调整过后呢，我认为标志性的阳线日线级别新一轮标志性的阳线很快会出现。如果能够成功突破29000美金，形成日线级别新的悟空阳线之后，那么继续上涨，最终完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可能性会不断增大。因此呢，在行情当中缓慢布局多单是这一轮趋势获利主要的
做法。那么在布局多单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均线系统。那均线系统当中，我们昨天提到了27500美金这个位置要布局第一个仓位这里是小时线级别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那么目前来看已经被跌破。那么分仓进场的重要原则是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4小时级别。那么下方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正在不断上移，最终呢可能会在25500美金对这个行情形成一个交汇。那么25500美金同时也是上轮行情平头哥的上方位置因此呢，如果出现最终的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那么支撑位大概是在25500美金这个位置是均线支撑，同时筹码支撑因此呢，选择布局第二个仓位的位置，我认为是在4小时均线系统当中。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首先要把握趋势。目前的趋势虽然有调整，但是依然是多头趋势。第二点呢是分仓式进场。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小时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的均线的支撑位进行布局。那么最终呢，你要设置一个止损这个止损位呢，我认为应该是在25000美金有了止损呢，才能控制你本金受到损失的可能性最小。用最小的本金损失获得趋势上的利润最终呢才能把握住行情。那么25000美金是上轮行情平头哥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如果跌破的话，立即止损出局观察。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观察到LTC 走势相对比特币是强势的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在日线级别 LTC 回踩的力度非常深跌破了144均线、169均线，而比特币和以太坊是在144均线和169均线当中就获得了支撑因此呢，跌得多了反弹的就多所以呢 LTC 的这轮反弹幅度非常的大，我们可以测量一下，最大反弹力度接近50%。在这一轮反弹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出现了，8节阳线走的相当复杂，然后是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目前波谷连线构成的96美金的压力位依旧存在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容易形成箱体式震荡。所以呢，我在这里面画出了一个由前面行情当中这个波峰的位置和当前行情当中波谷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一个箱体。那么96美金是这个箱体当中的中枢突破这个中枢才有可能继续上行因此呢 LTC 行情要耐心等待。那么布局的方法是在箱体底带的位置布局第一个仓位如果发生突破，顺势而为再布局第二个仓位如果能够突破96美金，那么它的空间将会被打开。那么我们回看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它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跌破了0.067，这个位置是21年5月份波峰连线突破焦点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支撑位跌破之后形成日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它的下跌趋势已经成型，就大概率会形成平行于22年5月份的这轮下跌。所以呢，以太坊虽然目前很多人看好，昨天出现了一个新高，但它对于比特币的交易对是非常弱势的因此呢，这一轮行情是不建议做多以太坊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 USDT 的一个交易对这个位置上虽然做了一个突破动作，突破了箱体，但是整体表现非常弱势。我认为大概率会回到箱体的周枢位置到达1600美金。那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筹码中枢，这个位置才是一个布局的布局多头的一个好的时间点和价格点。那这轮行情最应该重点关注的币种，我认为是 MASK 和 CFX。MASK 这轮行情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启动时间非常早早在去年10月份发动了一波启动行情之后，反复对高点进行回补动作，最终呢形成了一个大开高的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均线系统不断上移，144均线和169均线形成了力度最强的一个支撑线所以呢，如果回落到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附近，那它是一个好的进场时间点，因为 MASK 代表了这轮行情多头的一个代表，也是龙头币种同时也是推特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因此呢，对于MASK 来说，要做的是有仓位，并且呢，在回落的过程当中找到支撑位附近然后补仓补仓之后，你把币变多容易获得后面行情当中，你看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趋势一直是走好的这些利润是我们趋势上获利的一个根本的技术指标。
CF 呢，我在0.45美金啊，靠点是在0.48，我在0.45美金减仓20%以后呢，出现了不断的回调，目前回调幅度达到35%。那么当前时间呢，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上CF 已经经历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中间的回调过程呢是2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作为调整。那么目前我们看啊。CF 在时间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已经做了2轮了，那么它的调整时间级别就已经到达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阴线走出来了，八剑阴线走出来了，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正在纷纷走出。那么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呢，它的一个支撑位就要在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这条延伸线上去找，那么更好的能够接单的接住这个仓位的一个点位呢，我认为是0.3美金附近啊，这个位置是140均线、169均线延长线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支撑啊，所以呢，我认为对于 CF 目前0.32到0.3附近可以重新开始布局。布局之后呢，我认为它最终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八剑阳线组走出来了。当前行情正在走的是沙僧阳线组。那么沙僧阳线对于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这里震荡过程当中，更多的干扰性 K 线在阴线当中发生。所以呢，行情当中我们的目标的 K 线呢是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那么最终的目标点位呢，我仍然给出是0.7美金作为香港板块龙头币种 CF 拥有着当前公链当中最多的生态也是国产板块当中最优秀的公链币种之一所以呢，我这几期节目当中都对 CF 做出了一定的推荐但是呢 ，CF 涨势强回落快。调整的深度深，在市场当中一定要谨慎控制仓位，设置止损获得最终呢才可能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 K 线吸油战法和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